なんだこれ。这是地球母亲爆发的瞬间，它的暴怒会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。有人说这是由于人为的破坏，是地球母亲爆发的脾气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来看地球母亲爆发造成的10次灾难。据说长按点赞的人，今天绝对会运气爆棚，赶紧试试看吧。第一，日本大地震。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里氏9.0级的强烈地震，震中位于宫城县首府仙台市外海。此次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对日本东北部福岛县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，并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，是日本有观测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之一。地震引发的海啸最高达到23米，日本政府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万人。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年，但这次大地震带来的影响依然在继续。3月12日，日本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后释放大量核辐射，造成重大2次灾害。放射性物质的扩散仍然持续，核电站事故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。小日子还打算把未经处理的核废水直接排入大海，这将引发一连串的严重后果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第二，蝗灾大爆发。2020年的年初，东非爆发了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，蝗虫不断迁徙，大量庄稼被啃食，致使东非多国面临缺粮的窘境。这些蝗虫还飞越红海，进入索马里、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，大规模破坏农作物，导致亚洲多地的粮食减产。蝗虫的数量达到了可怕的4000亿只，它们的破坏力惊人，一个蝗虫群的规模通常可达100平方公里，其中聚集的蝗虫数量超过40亿只，它们每天可以吃掉350万人的一天口粮。当时因为新冠的影响，杀虫剂是很难买到的，索马里订购的杀虫剂过了3周才送来。虽然在空中喷洒杀虫剂是最有效的方法，但是对于非洲贫困的国家来说就很难了。研究表明，2019年的印度洋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，印度洋东部的气温低于平均值，气候变得干燥，这是造成蝗灾的原因之一。第三，印度洋海啸。印度洋海啸也称为南亚海啸，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。这是自1960年智利大地震以及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来最强的地震，也是1900年以来规模第2大的地震。地震震中在印尼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向西约320千米处40千米深的海底，地震强度之大，在过去的整整1个世纪中都未曾出现过。地震波引发了海啸，海啸高达10余米，波及范围远至波斯湾的阿曼、非洲东岸索马里及毛里求斯。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已经造成22.6万人死亡，这可能是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。这场灾难举世罕见，巨大的死亡人数和对南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严重损害，使这次大海啸成为世纪灾难。第四，2020印尼山火。印尼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，每年的雨季、洪灾、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。2020年爆发的山洪造成该市超过2.1万人受灾，约4400人被迫离家避难。1.5米深的浑水涌入城市，淹没了大片地区。该国最大的医院几乎完全被淹没，洪水造成至少100人死亡，数十万人无家可归。这是雅加达10多年来最强的降雨。根据美国宇航局指出，大雨席卷了整个城市，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，导致电力中断。这确实算是2020年全球的一个重大灾难之一。如今的地球气候状态已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现在保护地球已经太晚了吗？第五，汤加火山爆发。2021年12月发生在太平洋水下汤加火山的强烈喷发产生了相当大的爆炸，巨大的压力波在大气层和全球范围内漾起。一项研究表明，这个波是在大气层中被观测到的最快的，速度达到了1158千米每小时。
此次火山喷发释放的能量，相当于1000颗原子弹同时爆炸，喷发出的火山灰冲到20千米高空，火山周围一大片区域皆被其炸毁或者淹没，其所在的红阿哈阿帕伊岛直接从卫星地图上消失。之后，整个汤加国全境失联，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，但由于地处偏僻，造成的伤亡并不是非常严重。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又一大自然灾难，使人们终生难忘。第六，2010智利地震。2010年2月27日，智利发生了大地震，震级为里氏8.8级，持续时间为大约3分钟，地震威力巨大。震中位于智利比奥省，震源位于地下55公里。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高楼摇晃，其后连续发生多次强余震，并引发海啸，波及阿根廷等多个邻国，导致包括首都圣地亚哥在内的智利大部分地区水电、通讯及交通中断。地震致最少1279人死亡或重伤，另外200万人可能流离失所。官方估计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。这次地震是近5年智利发生的第3次8级以上地震，也是智利1960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，造成的影响深远。第七，澳洲大火。由于澳大利亚地处一个干旱温暖的地方，所以它深受山火影响。2019年9月昼夜不停地烧到2020年2月的澳大利亚林火烧毁了超过112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，相当于英国面积的1半。这场大火已夺走28条人命，烧毁2000栋房屋。大火遍及澳大利亚6个州，过火面积超590万公顷，严重程度为历史罕见。至少有10亿只动物在林火中丧命，或因生态环境遭破坏而面临丧命危机。在最近的4000年里，野火再次激活，这与气候变化加剧以及人类活动的扩大相吻合。自2003年以来，澳大利亚的火灾次数与温度变化之间的比较还表明，全球急剧变暖可能大大增加澳大利亚东北部发生危险野火的可能性。第八，飓风安潘。2020年5月20日，安潘飓风在孟加拉国边界附近的印度东部登陆。安潘是孟加拉湾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飓风。安潘飓风造成价值137亿美元的损失，造成128人死亡，摧毁了许多村庄，摧毁了电力线路，摧毁了大坝，并将大片土地淹没在水下。安潘是当地21年来最强风暴。18日晚间录得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70公里，之后风力降至每小时240公里，但仍相当于大西洋4级飓风或西太平洋超级台风水平。孟加拉国大约有1000万人受到了飓风的袭击，可能有50万个家庭失去家园。第九，欧洲热浪。2022年的夏天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。强烈的热浪在欧洲大陆造成了致命的后果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攀升至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。数据显示，欧洲至少有15000人的死亡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在过去的50年里，极端气温已导致欧洲148000人死亡，每年有15000人亡，仅2022年就占总数的10%以上。更广泛的说，这些气候现象对人类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，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正越来越显著，这给我们未来的气候变化敲响警钟。第10，纳尔吉斯飓风。纳尔吉斯飓风于2008年5月2日在缅甸伊洛瓦底省海基岛附近登陆，风暴登陆时最大风力超过每小时190公里，仅在一个乡镇就有14万人伤亡，据信就有8万多人死于洪水，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估计损失约为120亿，是当时最贵的飓风，目前仍是世界上第5致命的热带气旋。它突袭了缅中部地势低平的伊洛瓦底三角洲。此外，伊洛瓦底沿海地区多为养虾场和稻田，缺少林木，这也助长了风暴威力。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专家杰夫尼克尼利说，地表缺乏植被保护是重灾发生的主要原因。一些环保主义者认为，
全球变暖也是重灾原因之一。这些灾难恐怖吗？你觉得这是人为造成的还是自然现象？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